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美学，我是南岩。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目前市面上最受关注的4台旗舰手机，它们在通话质量、外观设计、屏幕表现以及联网能力方面的表现。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些旗舰手机在影像系统方面的详细对比情况。好了，闲话不说，我们的测试马上开始。那关于影像系统方面的测试呢，在上一期视频结尾，科技美学向大家发出了邀请。那影像系统测试呢，历来是科技美学视频当中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在测试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受到一些人为的、非人为的因素影响。比如，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是 iPhone 拍摄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就会认为它的白平衡很好。比如一张照片是由诺基亚拍摄的，我们就会忍不住放大去看一看它的细节。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品牌的影响，受到了广告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呢？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当中呢，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包括日间、夜间各种光线条件下的场景拍摄，包括人物、微距、植物等多种内容题材的拍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将这些照片打乱顺序，抹掉信息，上传到了我们的官方网站和公众微信、微博当中。那你现在呢，就可以来找我们，仅凭你的双眼选出每个场景当中你喜欢的那张照片。这个过程是厂商和所谓的水军，任何人都无法干预的。别忘了现在就来我们的官方微博、官方网站以及公众微信，参加我们关于4大旗舰对决当中照片部分的盲评活动，让我们在抛开品牌和外界影响的情况下，完全凭借我们的双眼来判断哪一台旗舰手机的拍照才是最好的。在下一周你会看到所有人没有干扰的选择。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投票呢，我们测试的10个场景当中，每一个场景都收到了超过3万张选票。那截止到今天呢，有效选票合计已经超过了36万张啊。那这些选票呢，都是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扰的。那结果是什么呢？别着急，后面我们会为大家揭晓并且分析。按照我个人的习惯呢，评价一款手机的影像系统绝不仅仅是画质、像素等某一方面，而是全方位的对比。那首先呢，索尼和诺基亚是具有实体拍照按键的，在抓拍上有一定的优势，而苹果和三星则比较传统都是在解锁界面上内置拍照快捷方式。去年的时候呢，这都是主流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最近1年，很多国产厂商率先引入了熄屏状态下的快捷操作方式，像 OPPO、魅族都可以在黑屏状态下通过屏幕手势开启相机功能，而华为呢，则可以通过音量键开启相机并拍照。中兴努比亚更夸张能在完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得到照片。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仅从快捷抓拍的角度考虑呢，很多国产厂商已经领先了。当然了，如果你喜欢那种半暗对焦的真实手感，实体拍照按键当然是无法替代的。在启动速度方面呢，诺基亚并不能算快当然了，在更新最新的 Dynamo 更新之后呢，启动速度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不过我们等这个更新等的实在是太久了。在拍照界面的逻辑上，苹果是一贯的简单你只需要按一下拍照就可以了。三星和索尼非常相似，都需要你在拍照前选好内置固定的几种模式，但长时间使用下来呢，你会发现真正日常生活中很少去切换这些模式。诺基亚的专业操控模式十分的顺手对广大摄友来说很容易上手，但对普通用户来说还需要习惯。最近2年呢，在智能手机上有一项经常被我们使用，但却并非它设计初衷的功能，就是补光灯。在部分机型上搭载的是闪光灯厂商呢，在设计这项功能之初，当然是为了我们拍照的需要，但在实际使用当中，更多的用户还是把它当作手电筒来使用那以往呢，我们是不对这项功能进行测试的。不过呢，别忘了4大旗舰的标准呢，就是事无巨细全都测试到。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4台机器的闪光灯亮度情况。实测的结果非常直观和清楚三星的双 LED 补光灯呢，不论是从亮度上还是聚光效果上，都明显好于其他3台机器。
那诺基亚的聚光效果也不错，苹果的亮度其实还可以啊，但聚光效果较差，更多的提供的是柔和的散射效果。苹果的双色补光灯设计初衷呢，也是为了模拟更加自然的光线啊。而只有一个 LED 补光灯的索尼 Z3 表现的是最弱的，这也让我们担心这枚补光灯在实际拍照当中能起到多大作用。好了，测试完亮度呢，我们就要看一看这几枚补光灯在实际拍摄中应用的情况。我们在全黑的状态下仅用手机补光灯来辅助进行拍照。请大家注意，苹果的双色 LED 补光灯在预对焦的情况下，两只 LED 灯是分别点亮并预对焦。此时呢，背景光线极弱，iPhone 的取景框当中能够看到比较模糊的画面。三星在拍摄取景的时候画面是要稍亮一些。那手机呢，要在一瞬间完成取景和对焦的工作，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苛的考验啊。而索尼在拍照取景的时候呢，画面和有灯光的感觉差不多比较夸张。诺基亚930在取景的时候呢，基本无法预览到任何内容了。对比之下呢，四台机器的取景情况相差非常大啊。来看成片的结果，那初看之下呢，苹果与诺基亚的亮度要更高一些，而三星和索尼则有一些暗淡啊。我们放大来看，效果差别很大。苹果呢，不仅提高了 ISO， 而且还放慢了快门。那这样呢，虽然画面比较亮，但很容易出现模糊的情况。三星的补光灯呢，亮度最高，得到的画面细节也更多成片质量明显要好一些。而索尼 Z3 的画面呢，由于补光灯亮度太低，画面细节损失很多。诺基亚930的亮度也不错画面有些偏白，整体表现是中规中矩。在一些特殊的场景呢，我们可能需要拍摄全景照片那苹果、三星和索尼都可以比较顺畅的完成。那如果大家希望在 Windows 平台拍出较为完整的全景照片，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由微软出品的 PhotoSense 软件。而诺基亚930原厂的全景拍摄软件呢，功能比较弱拍摄过程也很不顺畅。从最终的全景拍摄成片情况看呢，三星的 Note 4与往年一样表现最好，拍摄角度甚至可以超过360度。苹果的 iPhone 6与索尼 Z3 呢表现大致相当，而诺基亚的930表现很不稳定。那每一年我们做四大旗舰对决的时候呢，都会有朋友有很强烈的疑问就是你们的读音不统一。一会儿读成 iPhone 6，一会儿又读成三星的 Galaxy Note 4，一会儿又读成索尼的 Xperia Z3，怎么回事呢？来看一小段视频。这是新的 iPhone 6，这是新的 iPhone 6 Plus。你知道这个摄像头的新功能吗？知道，很厉害。它的慢动作视频从来没有这么慢过，从来没有。别让平常的文字限制你表达你的真实情感。用心对话，三星 Galaxy Note 4。Xperia Z3 双旗舰即诞生。很简单，科技美学呢希望尊重官方在大陆地区的叫法。有朋友问到你在外面录像就不能选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吗？当然可以但是你想用镜头记录的那些事情，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而手机的优势呢，就在于随时随地记录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表现更能看出差距来。在前3G 四大旗舰对比测评的过程当中呢，在视频拍摄的环节，我们使用的是单一横向脚架，固定4台机器同步拍摄。节目播出之后呢，有朋友反馈，双手握持4台机器，这样测试可以但是单手握持4台机器，则位于两侧受到的震动影响会更大一些。那我认为大家说的对所以呢，在第4G对决当中，我们改进了这一环节，将4台测试机器呈 X 型固定在脚架上。这样呢，我们在单手握持的时候，每台机器受到的震动影响就趋于一致了。感谢大家的建议。
那透过摄像机的镜头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拍摄的环境由于受到风雪天气的影响，能见度比较低，又受到了黄色路灯的影响，整个环境呢都是偏暖色调的。4台机器呢在色彩还原上都不大准确啊，但是苹果和三星要更接近于暖色一些，看起来还稍好。而索尼的画面偏绿，诺基亚的色彩则完全不对。我们在路边行进中进行拍摄。首先呢，诺基亚的广角端最大，能够记录的景物最多，其次是三星的 Note 4， 接下来呢是索尼的 Z3， 而苹果 iPhone 6的广角端最小。苹果和三星的画面对比度更高一些啊，色彩也更加鲜明，而索尼 Z3 的画面最亮。诺基亚930呢，在表现暗处细节的时候最吃力。接下来呢，我们穿过马路，注意远处灯光的表现啊，包括交通指示灯以及正上方的路灯。那4台机器呢，对于眩光的控制是有明显不同的。大家注意下面这个镜头，天空中飘着大量的雪花，而三星能够记录的雪花颗粒最多，细节也最丰富。下面我们看看路边垃圾桶的细节表现。接下来呢，我们单手握持并且开始跑动啊，看看在比较强烈震动的情况下，4台机器拍摄的稳定性情况。非常明显啊，在这一环节，索尼的 Xperia Z3 稳定性表现是最好的，并且在广角端呢也没有大面积的损失。果然啊，索尼的夜拍表现是比较强悍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前置摄像头的表现，以及在嘈杂环境下视频声音采集的能力。大家好，我是大岩。你现在看到的是 iPhone 6前置摄像头的表现，我们可以听一下 iPhone 6在嘈杂环境下的收音的情况。大家好，我是大岩。你现在看到的是三星的 Galaxy Note 4前置摄像头的表现，我们注意听一下在嘈杂环境下它收音的表现。大家好，我是南岩。你现在看到的是索尼的 Xperia Z3 前置摄像头的情况。我们注意听一下，在户外比较嘈杂的环境下，它的声音录制的情况。大家好，我是南岩。你现在正在看到的是诺基亚的 Lumia 930前置摄像头的表现。我们注意听一下，在户外嘈杂的情况下，它的录音的情况。那诺基亚930呢，在这一环节表现是比较令人遗憾的。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我们打开微信，选择通讯录，点开订阅号，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输入科技美学，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桌面。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向我提问。每天呢，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科技美学历来十分重视移动设备在不同科技领域的应用。我个人呢一直坚持认为，智能手机绝不仅仅定位在通讯设备，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也会尝试各种新鲜的玩法。那最近几年，军用的无人机技术正在快速转向民用，并且成为数码爱好者当中的热点啊。而智能手机和无人机则可以进行非常完美的合作。我们现在为大家演示的是智能手机在无人机航拍当中的应用。智能手机的屏幕可以替代以往昂贵的无人机实时监视系统，并且可以辅助专业遥控器进行更加方便的航拍设置。随着图传距离的大幅增加，智能手机更成为了优秀的 FPV 辅助设备。
而事实上呢，无人机厂商也非常重视在手机端的功能开发，不论是在安卓系统还是 iOS 系统，我们都可以顺畅地使用无人机辅助软件。而在微软系统方面就比较可惜啊，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应用。我们这期测试使用的机型是在国外已经广受认可的大疆精灵系列4旋翼设备。其实呢，最近几年无人机的普及速度真的非常快啊！即使是大疆的中高端型号呢，价格也只和普通的旗舰手机相当，这对于数码爱好者来说，无疑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由于我们目前是在东北地区啊，所以还特地挑选了一些有风雪的天气情况进行了测试。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比较恶劣的外部条件下，民用无人机的表现也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后期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将手机安装到无人机上面，进行更有趣的尝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晓4大旗舰盲屏的结果。那首先很不好意思啊，让大家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不过呢，36万张选票积累了足够多的样本数，这样的结果才更具有说服力。下面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参加盲屏测试的照片呢，都是谁拍摄的，哪一组照片获得了最多人的选择和认可，并且为你分析大家为什么会这样选择。那首先我们来看谜底啊，第一组照片的拍摄者为诺基亚的 Lumia 930，第二组照片的拍摄者为索尼的 Xperia Z3，第三组照片的拍摄者为三星的 Galaxy Note 4，第四组照片的拍摄者为苹果的 iPhone 6。好了，下面呢，我们要对这些场景逐一进行分析。那由于4大旗舰呢都是各自阵营最强的产品了，他们对于影像系统方面呢都进行了精心的优化。理想光线下的场景呢，对于他们的影响其实不大，所以我们这一季盲屏当中所选择的场景呢，都是十分有特色的，要么光线复杂，要么场景特殊。第一个场景就是面向阳光直射，这对影像设备的镜头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考验。那投票结果显示，大家认为索尼和苹果的拍摄样片更符合预期，而得票数最少的是诺基亚。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由于面对阳光直射的环境啊，诺基亚为了防止画面过曝，大幅度降低了画面的亮度，天空中呢好像加了一层滤镜，感觉不通透，有些压抑。而另外3台机器其实表现相当啊，特别是索尼在天空部分表现的最为平滑，而太阳部分适当的眩光也给画面增加了生气。iPhone 呢对于天空景色的还原同样比较平滑，但色彩风格上和索尼并不相同，两种蓝色都比较讨人喜欢。第二个场景呢，我们来看一个色彩丰富、光影强烈的场景，阳光下的古代建筑。这个场景的投票结果啊，大家的选择惊人的一致。三星 Galaxy Note 4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3台机器啊。原因一看就知道，三星呢对于色彩还原最为夸张，颜色最为浓烈，对比度更高。简言之呢，三星在这个场景拍出的照片视觉冲击力更强。虽然呢略有夸张啊，但确实能在第一眼就抓住你的注意力。而苹果的颜色呢，其实要更准确一些啊，但从心理学上讲呢，对于越是色彩丰富的场景，人们的心理预期就越强一些。诺基亚的问题是不够鲜明啊，亮度和对比度都不足，而索尼 Xperia Z3 的画面亮度倒是够了，但整体偏红，很不讨人喜欢。第三个场景呢，我们来到松林边。那这个场景当中，诺基亚930的票数呢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啊。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细节，而是因为颜色。在花园等其他场景的时候啊，白平衡经常出现问题的诺基亚，在这个场景当中，色彩却很符合人们的期望，确实给人惊喜更多一些。不论是背景天空的蓝，还是前景树木的绿，都表现得恰当好处，对比度呢也提高了不少。那三星和苹果在这一场景当中，色彩表现方面其实是挺接近的啊，但苹果画面的对比度更高，因而呢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索尼的问题和刚才那个场景一模一样啊，整体画面偏红，
而事实上呢，偏红的照片除了在一些夕阳西下的特殊场景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得到人们肯定的。第4个场景来看前置摄像头的自拍表现。首先呢，我们要再次吐槽一遍啊，四大旗舰的前置摄像头从参数到软件辅助功能都没有什么亮点，和国产机型的差距呢越拉越大。而这4台机器拍出的4张脸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4种颜色，差距真的非常大啊。诺基亚930对于阳光的照射非常敏感，皮肤光亮的部分呢被还原成了金黄色，挡住一半的话真有一种18铜人的感觉。索尼 Z3 和前面的场景一样，只要一有光线影响，画面就会偏红。而后面的三星 Note 4呢，皮肤则是一片惨白。那这2张照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关羽一个曹操啊。iPhone 6呢，在这一环节选票最多，不过从清晰度上，它其实比不上前面的三星。所幸呢，在色彩上，它最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黄皮肤嘛。不过呢，这张照片其实对比度挺低的，也没有什么层次感。总体来说呢，4大旗舰的前置摄像头都不大合格啊。那这部分呢，我们还特别加入了前置摄像头的视频拍摄情况。请大家注意，4台机器对于光线变化的反应与单纯的照片拍摄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接下来我们看夕阳西下时建筑物的表现。从投票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呢，索尼和苹果的得票数取得很大优势啊。首先，索尼的广角端最大，拍摄大场面的建筑呢是有天然优势的。另外，索尼在还原复杂光线下的天空的时候，表现一直很稳定。而一大部分朋友呢喜欢苹果，我想是因为苹果的画面宽容度更好一些，暗处细节呢也得到了一定的还原。接下来这个场景我们来拍摄美食啊，那很多朋友去吃饭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手机来拍照，所以呢这个场景对于那些喜欢分享的朋友来说也是极具参考意义的。那我们选择拍摄的是我日常的工作餐啊，那其实这一场景当中呢4台机器的表现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索尼呢对于细节方面的处理更加到位，对于蔬菜的颜色啊、小虾的细节、汤汁的反光都有着比较不错的还原，而偏红的色彩呢在微距场景当中也变得影响不大了。而诺基亚930的微距拍摄呢，一直是比较一般的。这个我们在之前的第3季旗舰对决测试当中呢，已经有所体现。在夕阳西下的时间段呢，我们来到草坪上拍摄这组样张。那这个场景呢，也是所有测试场景当中细节最多的一个啊。侧面有光线影响的恶劣条件下呢，不论是远处大量的树枝交错空间，或者是中景的树干繁杂的纹理，还是近处的地面草坪的细节，无一不考验着影像设备的还原能力啊。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大家选择的分别是苹果和索尼。那我们放大来看，苹果和索尼的照片呢，对比度适当，远处树枝的细节非常的清晰和锐利啊，没有肉的感觉。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在多个场景当中 iPhone 的眩光控制都是最好的，看来这个摄像头没有白白的突出啊。那索尼的镜头呢，对于面向光线的时候是有眩光情况出现的啊，但是索尼的眩光表现出来的状态与诺基亚和三星是完全不同的。回想一下我们第一个场景以及后续出现的面向光源的场景呢，你会发现索尼的眩光是有一种特殊的散射效果，比较适合传达一些特定的情绪。接下来呢，在下雪的傍晚这个场景当中呢，眩光控制最好的 iPhone 获得了最多的选票，而与它画面风格近似的三星广角端要小很多了。索尼在4台机器当中呢，画面最亮，得到的选票也不少。那诺基亚930呢，在这一环节对于眩光控制的最差了，再多的细节也难以阻挡人们对于画面风格的选择。下面我们在室内灯光的情况下来看一组微距的表现。这组照片大家选择的比较一致啊，谁拍的更近，谁拍的更大，谁的纹理更清晰，谁就获得更多人的认可。那三星呢，在这一环节取得了很大的优势啊，高像素配合更近的距离，使得画面的纹理细节最突出。苹果呢，尽管像素最低，但胜在对焦距离更近，表现的也还不错。反倒是像素最高的2台机器呢，在超近的距离对焦比较困难，最终成片呢也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最后一个场景又是一个光线条件比较恶劣的环境啊，桥下的光线其实非常暗，而左侧的光线呢又比较亮，即使是用一般的相机来还原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啊。
其实呢，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考虑呢，三星和索尼在亮度方面是要比苹果表现得更好。但是数万人的投票结果告诉我们呢，大家更喜欢苹果的表现。iPhone 对于左侧的光线处景物的细节还原呢，确实是要更出色一些。但是除了这部分，其他部分其实是比较暗的。那有朋友对我说啊，我们买的是手机，为什么你每次都花那么多时间来测试相机呢？那还有朋友说，影像传感器的上游厂商就那么2-3家，一样的元器件，最终的成片能有多大的差别呢？有什么必要花那么多心思去分析谁好那么一点点呢？通过我们的盲屏，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即使同为旗舰级别的手机，在同样的环境、时间和条件下进行拍照，他们所得出的最终结果也有可能大不相同。下面我们从2个层面来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在总得票数方面呢 ，iPhone 6获得了超过12万张，排名第一；三星的 Galaxy Note 4呢，得到了近10万张，排名第二；索尼 Xperia Z3 呢，得到了近9万张选票，排名第三；而诺基亚的930呢，仅得到了5万多张选票，排名在最后。当然了，总得票数只能反映一部分问题，我们还要分场景详细的分析。从单个场景来分析，在10个测试环节当中呢 ，iPhone 6取得了5个场景的第1名，4个场景的第2名，也就是说，在9个场景当中呢 ，iPhone 都排在前列。那这样的稳定表现呢，只能被称作恐怖了。而三星和索尼呢，在不同的场景下表现差异很大啊。三星得到2项第一，2项第二，还有4个场景当中排名第三，另外有2个场景是排名垫底。那索尼呢，同样取得了2个场景的第1名，并且有4个场景取得第2名，另外各有2个场景取得第3和第4。如果从排在前半区的照片数量看呢，索尼有6张，还要高于三星的4张了。而这从选票总数上是看不出来的。诺基亚930的照片表现就不容乐观了，只有1个场景排名第一，有3个测试场景排名第三，还有6个场景得票数垫底。从大家的选择结果看呢 ，iPhone 不论是总得票数，还是排在前半区测试环节的数量呢，都明显领先于其他3代机器。也就是说呢，这一代 iPhone 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拍出的照片呢，都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那么 iPhone 在拍照方面已经是一台完美的机器了吗？从大家投票的情况看，苹果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目标。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点遗憾的话，那就是像素啊。当然会有朋友觉得不以为然啊，因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高像素不等于好照片。但是当你记录的场景需要大量的细节的时候，比如拍摄文字、拍摄多人合影等场景的时候呢，高像素确实能够为你保留更多的信息。那别说是日区主流的2000万像素啊，就算是一些终端机型的1300万像素，也要比 iPhone 能给你的更多。人们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呢是没有止境的 ，iPhone 有能力做到比它现在更好。假如你经常需要拍摄记录大量信息的场景，那么 iPhone 拍出来的漂亮的照片呢，并不是你最需要的。毕竟一张崭新的50元再漂亮，也不如一张陈旧的100元给你更多啊。当然，这仅仅是你需要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如果你简简单单想要得到一张好的照片的话，那 iPhone 当然是你的首选。三星和索尼表现得很不稳定啊，有些比较擅长的环节就排名第一，而另一些场景就排名垫底。比如三星在应对那些色彩多样、细节丰富的场景的时候呢，表现突出，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们想要的那种浓烈的色彩和大量细节，而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注意力。但是当碰到一些较大的场景，比如拍摄风景啊、天空啊、林木等题材的时候，三星对于广角端的控制，对于复杂光线场景的还原都没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三星最近几年呢，一直在影像系统进行不遗余力的尝试和研究。而根据一些国外机构的调研显示呢，三星以往的一些机型已经超过了同期 iPhone 的表现。从这次投票的结果看呢，与以往类似啊，三星 Galaxy Note 4的风格依旧浓艳照人，在色彩丰富的场景下呢，有突出的优势，并且较高的像素也弥补了我们刚才说到苹果的缺憾。但是为什么没能像苹果那样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呢？显然还是因为照片色彩倾向性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有人喜欢浓妆，就有人喜欢小清新，但总体来说呢，在今年的安卓阵营当中，三星的 Galaxy Note 4已经做到足够好了，值得肯定。
在三星表现比较差的这些环节当中呢，恰恰是索尼能够表现比较好的。索尼 Xperia Z3 这一代产品的色彩比较素雅啊，特别适合表现那些风轻云淡的远景，包括天空这种大面积的过渡色彩区域也能够较为真实的还原。但是呢，索尼这一代产品的白平衡控制的并不完美啊，部分场景出现偏红的情况。如果只从最终成片结果来看呢，三星和索尼是互有胜负，各有所长，但是他们显然不是全能型的选手，你没法指望索尼和三星在所有的场景当中都表现出应有的水准啊，有些偏科生的感觉。从这一次的投票结果看呢，索尼的拍照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请原谅我要说但是啊，索尼对于手机影像系统的优化显然是不够用心的。连续多年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高端传感器提供商，索尼对于自家的影像传感器应该是最了解的。不过事实往往是，苹果和三星更能调教好索尼的孩子。从当年第一代 Xperia Z 开始到现在，我们曾经测试过多台索尼的旗舰机型。不过很遗憾，一些3年前就存在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改善。比如自动模式下不能拍摄全像素的照片，比如自动模式金相机的稳定性很差，经常随意启用高感光度，造成画面噪点过多等等，以至于每一次测评当中我都得再对大家强调一遍啊，想用索尼手机拍出满意的照片，你只能自己调到手动模式，并且固定 ISO 才行。但是绝大多数消费者只是希望随手拍一张照片而已，厂商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消费者都变成专家。索尼集团要复兴，手机是最重要的一环，而影像系统原本可以成为这重要一环当中的杀手锏。在影像系统方面呢，索尼有理由做到更好。诺基亚在这一次盲屏投票中呢，表现令人失望。有朋友开玩笑说是稳定啊，确实在多个场景当中呢，诺基亚的 Lumia 930都垫底啊，确实表现稳定。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诺基亚这些照片，普遍是灰蒙蒙的，不够鲜明，色彩上呢不像三星那样能够抓住人的眼球，在应对复杂光线的时候呢，也不像苹果和索尼那样稳定啊，当然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可了。那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诺基亚的 Lumia 系列可是被众多专业摄影师隆重推荐的，那问题就在这里了，专业摄影师推荐。来看诺基亚930的照片文件啊，普通用户拿出来给朋友们分享欣赏的当然是这张 JPEG 系统直出文件，而这张照片和其他手机相比确实暗淡很多。但是诺基亚拍出的真正成果呢，其实是另外一张同文件名的 DNG 数字负片。930拍摄的这张数字负片记录了其他手机无法记录的丰富影像信息。来对比一下，还是刚才这个场景啊，由于景物画面反差较大，普通照片想要在后期调节是非常困难的。而诺基亚拍摄出的数字负片呢，由于拥有丰富的数据量，经由专业摄影师呢，可以轻松地调节成为一张亮眼的作品。这才是诺基亚930真正的价值啊！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前期在拍照的时候，他们只需要简单的构图和快门调节，就可以得到那张未经修饰的璞玉，而后期这张照片可以带来无限的可能。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你能要求他每一张照片都拿到电脑上去 PS 一下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诺基亚对于普通消费者的拍摄需求没有给予单独的方案来调教其影像系统。一张灰蒙蒙的自动模式照片呢，当然没法让大多数人满意。假如我们看到一张照片贴着诺基亚和 Lumia 的标签，那一些老玩家会忍不住给他一些加分。但是在盲屏这样残酷的测试环境当中，你的作品不加任何的修饰，素颜见人，有几个人会选择你呢？手机能够代替以往家用的卡片数码相机，成为人们最常用的拍照设备。最重要的2个原因：随时拍照，随时分享。那其实呢，关于我们盲屏的这种方式啊，还是有朋友提出质疑的，认为你把照片的信息全都抹掉了，那我们就没法从技术层面分析这些照片是怎么拍摄出来的，没法分析这些照片用了各自厂商的哪些新技术，也没法把这些照片都放大到像素级别去对比。那你们盲屏的方式太片面了。没错，你说的对，但这就是科技美学想要的效果。那我们现在呢，手机拍出来的照片最大的一个用途就是分享啊，微博啊、微信朋友圈啊、空间啊、论坛啊。那试想，当你把一张照片分享给你的朋友们的时候，他们会去分析这张照片背后的技术细节吗？
当然不会啊，大家希望看到一张漂亮的照片，这就足够了。当大家聚在一起，用不同的手机拍摄同一件事情并分享出去，谁的照片能够获得最多人的点赞呢？盲评的结果已经清晰地告诉了你答案。那一般来说呢，作为测评的人呢，可以通过技术角度给出我自己的判断，来影响你的选择。而四大旗舰的盲评则是通过36万张选票，直接告诉你消费者的选择。这就是科技美学想要呈现给你的。好了，以上呢就是四大旗舰对决第4季中篇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的全程关注。在下一期节目，也就是第4季最后一篇当中，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4台旗舰手机在电池续航、性能功耗以及 GPS 导航等方面的详细对比测试。还有，如果你有想看到的特别内容，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赶快来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公众微信告诉我，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会为你一并解答。想看到更多客观真实的数码产品测评呢，你只要搜索科技美学就可以了。也非常欢迎你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特别是我们的公众微信，每天呢我都会在这里和你共同的交流。这里是科技美学，我是大岩，我们下周再见。之前向大家征集意见，问大家想看什么，然后好几个朋友说想看连拍，三星和诺基亚连拍能力比较弱，所以我们就对比一下苹果和索尼。各就各位，预备起。索尼起跑有点慢啊。索尼到999以后就不显示了，这个其实它还在拍。果然是很好的测试项目，所以下一次还会向大家来征集你们想看的内容。果然是很好的测试项目，所以这个测试的意义是。大家好，我是南岩。我们现在正在测试的是智能手机和4旋翼设备的配合。小朋友，快回来！那不是玩具，那个，快回来！别过去，快回来！
血滴纸。你可别给他放下啊！这行，你离远点啊，千万别过去。你可千万不能过去啊！你看这大人都不敢过去，你看我们谁敢过去啊？对不对？都离这么远。